好，我们今天说方子，教大家开方用药。方子是什么意思？中医教材是这样说的，在中医理论指导下，按照一定处方原则，将2味以上中药配伍而成，用于防治疾病的处方。好，我们把这句话提炼一下。方子的构成需要至少2味药，一味药的话就不叫方了。所以说方子它是药物的组合。但是这个组合不是乱组的。它有一定的处方原则，对，它有处方原则嘛，比如说比例用量这些，就我们说的黄金比例，那么历代能够流传下来的方子基本都是经过不断的试验出来的黄金比例。经验，对，所以被称为经方，经验之方，经典之方。但是大家要知道这个方子不是死的，黄金比例它不是固定不变的，为什么？因为方子它的目的是为了防治疾病嘛。那个疾病会变，然后人的体质也会变，所以方子也是要有变化的。怎么变？这就是重点嘛。所以每个中医开的方子都是量身定做的。像我们现在说的个体治疗，一人一方，个体治疗嘛，比较精准。所以古人有一句话叫“经方授人以规矩”也就是古人把这个主方的道理规律透过一个个的方子教给我们。方程式对让我们在临床上就可以灵活的用。所以大家要注意研究古方一定要重视这个古方的来源，就是它第一个记载的地方，对，它什么情况下用的，它治什么病呢？那个人是什么情况呢？也就是说方子跟适应症要对上了绝对不能单独研究方子。方程方正对，就像我们今天炒一盘菜有我自己的黄金比例嘛炒到脑吃但是忘了客人他不吃猪油那么这盘菜又派不上用场，是不是因为适应症不对嘛所以主方最怕就是闭门造车就是关在房子里自己用头脑想好像想高血压应该是什么什么情况然后自己煮出来可能每个配料放一点所以现在有点医生他一开药20-30味药通用对，叫大方子医生。行气，还有行气活血对，就各种元素都放一点所以大家不要这样，方子一定是要跟病人挂钩的，绝对不能离开病人谈药。所以以前中国有废医存药，是吗？就有人主张把这个中医废除掉。中药它是承认的，对，他承认那个中药效果他就好像把这个食材留下来，然后把那个厨师赶出去。你觉得这样可以吗？肯定不可以西药很多也是从植物草药或者中药里面提取，对，可是作用就不一样，组合也不一样，然后提取的跟原生态的对原始就不一样。为什么做不到或者说是目前是做不到的因为中药它是在中医文化和理论指导下发展出来的比如说这个中医西医它研究的都是人体健康领域嘛都是研究一个人体但是大家的术语不一样，而且大家讨论的范围也不一样所以等于说如果我们现在要把中医去掉只留下中药的话，那么西医的理论体系它有没有能力包容？对，它包容不了中药它的临床效果它包容不到它融不到在一炉里面对吧？所以目前是做炖不出好对炖不出来除非西医它可以把它理论框架变大才可能容纳到中药临床见效的这个科学换句话说只有中西医结合才可能做到这一点。怎么结合了对，不然那个废医存药是不实际的等于是把中药几千年的临床经验都淘汰掉从零开始那就不是废医存药了，是直接废掉中医药所以中医理论很重要那我们要说为什么中药还会起效果这里就要认识一下中医它认识人体疾病的一个思维比如说一个人他出现高血压那么现代医学它会用降压药嘛，是吧？有很多不同的机制他用降压药但是中医不是这样的中医认为高血压是一个现象，那什么原因导致这个现象可能西医说是血管硬化是吧？那么血管硬化又是什么引起的可能说是这个炎症氧化吃太多烟老化各种各种原因，所以有很多假说嘛，酒精超多因素对各种健康的假说那么是什么原因引起这个炎症氧化的可能是慢性感染
可能还有这个消化道发炎。好，那么又说是什么引起的消化道发炎？就一直往前倒嘛，可能是病人喜欢喝酒抽烟，最开始的、最致命的那个因素。对，它的上游。好，所以我们在这关系链里面我们针对哪一个环节下手，其实都可以解决高血压这个问题，是吧？它是一环接一环的嘛，你斩断哪一条，它都可以解决这高血压问题。所以其实一个高血压它有很多的解决办法。所以 A 医生、B 医生，对，各种不同了。不同医学也是这样，各种各样。但是是治标还是治本那就不好讲。对，就要看我们从上游问题的上游还是下游上面下手。肯定要最上游治本了。对，这就是关键了。比如说我们直接降压，这是下游嘛，只是看指标。那是直接抑制这个症状，那就等于是你不管前面的前因后果了，可能这个血压是暂时漂亮的，但是血管硬化跟消化道发炎没有治好，那可能以后就会发展成痴呆。或者是说这个癌症，所以很多人他就分辨不清楚什么是真正的良医，好的医生，他只看当下记下。现在人都很浮躁。对，所以你要遇到一个好医生，也是要自己会判断。对，都是这样。所以你什么人就遇到什么人。是这样的。好，那比如说我们针对肿瘤感染下手，那么可能这个血管硬化它会改善，对吧？但是病人可能还是会有肝癌。为什么？他消化道发炎没有解决，是吧？那如果我们从烟酒下手，也就是上游生活饮食习惯，对，那下面的所有问题都会迎刃而解，是吧？不过时间要长嘛。对，它是一个生活化的处方。很多人都等不了啊。对，大家会小看一个细节，一个习惯的力量。所以大家要理解一个观念其实开方用药，不管是中医还是西医，其实都很好起效的。很容易起效因为一个疾病的发生它的底层逻辑就是一环扣一环，所以我们从哪一个环下手，它都会有效果，但是是不是根本解决那就很难说，是啊。但是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就是疾病绝对不是突然发生的，日积月累了。对，因为人体它是有代偿力比如说我们在出现高血压之前，可能有长达10年的时间，人体是在一直控制在这个完美的这个血压水平的。之后失衡了以后，对，它控制是有限的嘛，可能你到10年以后某个点它就失控了，那你血压就会飙升，对，所以中医就特别注重养生，那么都是要从细节上面去下手，比如你现在的生活每一分每一秒过好，那你未来每一分每一秒的结果都是好的，是吧？所以任何疾病都不是突然出现的，一定都是一环扣一环。健康也是这样，血压高只是一个结果了，不是原因，而且其实也是人体本能一个自我保护模式嘛，就肯定你要找到为什么血压高，为什么他给你报警。对啊，所以我们说现在女医生也有中游医生、下游医生，你如果只是简单的降压、关掉警报器的话，等于更大的爆炸。对，你就忽视了其他的问题，根本的问题。对，因为它这个关系链是 ABCDE 嘛，对吗？那你如果斩掉其中一链，可能那个 B 它会衍生出另一条，是吧？它又有另一条关系链，所以它会继续衍生不同的关系链出来，这就是问题了。好，那我们再说说方子的作用。从科学分析论的角度来说我们要完全理解一个对象的话，我们就要把它拆开来，对吧？把它分解成更小的元素 ，A 加 B 加 C 等于去一个个去理解它们。因为分析论认为研究对象的特性就是它各个组成部分的特性，还有它们之间相互作用的总和，对吧？比如说一个车子我们只要把车门油门电箱等等这些零件理解了之后，我们就知道这个车子是干嘛的，是吧？那科学研究基本也是依赖这个方法所以也叫做还原论，还原它更小的元素。比如说现代医学，它要理解人体，它用什么？解剖学，是吧？看到人有大脑有心脏这些，清晰里面对。那么如果要再研究这个心脏的话，那就用更小的比如说组织学，那再继续深入的话，还有生物化学分子学这些就越来越小，一直还原，通过不断的分解来认识人体。但是分析论虽然很科学，但是它也有致命的一个弱点，就是如果这个组成部分的数量太过庞大，它们关系太过复杂的话，那这分析是等于无效的。那开20-30味药、40-50味药的根子，对，也是那个道理。都不好解读
你就不懂他是在谁打谁啊。他自己也搞不清楚啦，稀里糊涂的这啊，所以分析论在生物学这个生物学领域啊就没有那么好混了。因为生物体特别的复杂，是吧？那分析这个方子啊也是一样。比如说一味药它有这个强心的作用，那另一味药有消炎的作用。那么我们想很简单，就合在一起就具备了强心和消炎的作用，A 加 B 等于 C，是吧？这个很简单。但是中药它不是提取物，它是一个复合体，所以它本身自己它就是已经是一个复杂体。所以当这两个药在一起煮的时候，那就复杂加上复杂。而且还会有发生新的一连串的化学反应。对，这个就是我们等下要讲到的。所以中药它不能单纯通过1+1等于2来认识，而应该是1+1大于2。对，所以我们说这个方子的作用有不同的层次。最底层的就是简单的嘛，就1+1等于2，就等于是叠加了。就 A 有强心的作用 ，B 有消炎，那么 A 加 B 就等于强心加消炎，是吧？C 也基本是这样用的。对，有生命的东西都不适合用这个。对，复杂只要复杂就用不上。好，那么还有第二层作用，就是涌现现象。什么是涌现现象？就是指在一个复杂的系统里面，整体它会表现出一种各个组成部分所不具备的特性。就是它突然冒出一个东西来。新的元素出来比如说 A 加 B， 它发展出一个降胆固醇的作用。这个降胆固醇是 A 和 B 都不具备的，只有在一起。对，只有在一起它才会出来。所以涌现现象就认为在一个比较高的层次上面，比如说方子，比较高的层次嘛，药物就会出现了新的行为还有属性，也就1+1大于2了。你刚刚说的团队的力量。对。当然了，大家不要听到这里就觉得大方子好，更多涌现现象了，是吧？现在只是说2味药，2个买1送10那种，大家都要这种便宜，是吧？不是越多越好。对，虽然道理是这样，但是越复杂的系统你就越难预测它的作用，所以副作用你也是很难预测。对所以大家不要盲目的求多多不一定是好。从小方开始，对，慢慢摸索。对，要慢慢摸索。那我们要怎么认识这个大于2的作用？分析论没有用因为单独的部分不具备这个特性。怎么办？我们就只能直接观察。最简单粗暴就是比较直观，直接原始。就是从这个方子的角度，这个尺度直接推导出新的作用的原理。换句话说我们要从临床上面直接发现不同方子发挥的意料之外的作用。意料之外你没想到。比如刚刚举的例子。强心消炎可以降低胆固醇，这也是我们在临床常见的一个新的作用，只要帮助病人强心消炎，那胆固醇都会跌下去，甚至最后可以停掉西药，所以我们也可以从这个临床现象以后推导出来心脏差还有容易发炎的人他胆固醇就高，这个原理这就是从临床现象上来直接认识实体的方法。中医也会大量使用这个思维，因为中医没有分析论嘛，它切割不了嘛，对吧？所以它中医基本都是用这个方法，所以这个方法也叫朴素实在论，很朴素，就是从实际层面上面来认识人体这也是中西医最大的区别了那中西医还有很多区别，以后我们有机会再说好，那我们今天先开一个头下次我们再说说这个中医的经典方好。如果喜欢我们内容，可以按赞订阅，把影片分享出去。好，我们下次再见了。